少校是巴斯的老熟人，他告诉巴斯他们是一种人，这种人就像狼一样的嗜血，都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和自由而战斗，都佩戴徽章，并在徽章的授权下手握生杀大权，而不会被审判。他杀死了印第安小男孩，毫无半点愧疚。他杀死了杰克逊，并嫁祸给巴斯。他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冷酷无情，深藏不露。巴斯会怎么想呢？他会怎么做呢？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继续讲黄石衍生剧《执法者巴斯里福斯》第7集。自从知道少校就是桑丹后，巴斯常常陷入一种失神的状态。哪怕邀请帕克法官夫妻到家晚餐，餐桌上的聊天，巴斯也恍惚着。他不断地进入回忆中，那些关于上校的记忆涌入脑海，一遍遍印证着少校就是恶魔的印象。忽然，帕克法官的一句话让他回到现实中。巴斯忙着反对让自己休息的决定。工作还在继续，帕克法官安排给巴斯一些轻松的案子。巴斯拿了任务，比利带来了一个新人威利，介绍此人是个好厨子。于是2人小组晋升为3人小队了。巴斯还是不断地坠入回忆中。上校初次见面时对巴斯的评价又回荡耳旁，那一句我们是同类尤其的刺耳。厨子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怪物，又让巴斯回到现实。这句话巧得如同厨子能够洞悉他的所思所想一样。巴斯一脸狐疑地质问厨子在说什么，厨子赶忙否认。女儿鼓起勇气开始动笔写作，珍妮在忙着做家务。埃斯米出现在门口，他和埃德温分手了。珍妮一问才知道，因为埃斯米希望得到一个婚姻的承诺，可埃德温给不起，他辩称任何事都没有他的政治理想重要。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只能骗骗为爱失志的女人。男人说暂时不考虑，基本就是婉转的拒绝了。埃斯米也没有傻到要用青春赌备胎的程度，于是打包行李来投奔好友。珍妮赶紧帮他把箱子提进屋子。有了埃斯米的陪伴，珍妮的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乏味。埃斯米很羡慕珍妮和巴斯的婚姻生活看起来那么和谐，认为巴斯对妻子的忠诚是一切的根本。但珍妮知道，巴斯更忠诚于正义，忠诚于内心的高尚理想，并为之孜孜以求，竭尽全力，以至于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分给家人，而他对孩子来说更是形同虚设。埃斯米劝慰道，至少他给得起终身相守的婚姻承诺。忽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聊天。那个嘉年华会上插队的小女孩站在门口，她询问巴斯是否住在这儿，接着又问起萨莉是否在家。听到答案后就扭头离开，这让本来很客气的珍妮瞬感不妙，扭头把萨莉喊了下来。问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后，她告诉女儿，哪怕别人再无理，自己也得保持教养。但女儿认为父亲也会这么做，被珍妮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晚餐时，全家人都闷头吃饭。埃斯米说起巴斯少年时在老庄园主的教导下学习射击，天赋异禀的他很快就学会了，而且每次参加狩猎比赛，他都荣登冠军。老庄园主拿了所有的奖金，巴斯获得了吃不完的火鸡。大家正听得兴奋，窗外忽然火光熊熊，一个稻草人在地里燃烧，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警告。巴斯这一趟的差事是抓一个叫穆迪的人犯。来到人犯家，屋前坐着一个正在擦拭银烛台的老妇人，她自称自己就是穆迪，惹得比利笑出了声。他站起来束手就擒，还不忘拿着那个烛台。巴斯告诉他不能携带私人物品。老妇人说那是他自己杀人的凶器，应该用得上。看着老妇人配合地戴上镣铐，顺从的如同曾经的杰克逊，这让巴斯心怀同情。夜晚宿在旷野，老妇人却食不下咽。巴斯要求他再吃点东西，老妇人却认为反正要死了，没必要再吃了。没想到第二天清晨，老妇人竟然逃跑了。新来的助手威利得意地承认是自己在天亮前放走了老妇人。巴斯无法理解地看着他，没想到厨子不仅对自己不问青红皂白就放走犯人毫无悔意，
还义正言辞地指责巴斯帮着白人向黑人下手，靠杀死同胞挣的黑心钱来养活一家狼崽子。说罢，丢出一双老妇人的鞋子，满脸鄙视地让巴斯提着鞋子去领奖金。末了还不忘骂巴斯是真正的奴隶猎人。这一通嘲讽让巴斯终于举起了枪，他眼前不停地闪过少校的身影，内心努力地抗拒着想要射击的冲动。到底如何定义对错？是肤色还是法律？是上帝还是良心？忽然，厨子手伸向腰间的手枪，巴斯的枪声响起，厨子应声而倒。比利慌了神，赶紧要求巴斯说成是枪走火。巴斯回到家，可妻子还在为稻草人的事心烦意乱。巴斯独自喝起了闷酒。少校解释，当时自己并不想杀死那个印第安小男孩，是为了逃跑才开了枪。他质问巴斯在寻求自由的路上是不是也是手染鲜血。巴斯坚决地说自己绝不会向一个孩子开枪，但这一次巴斯确实杀了一个看似无辜的人。巴斯因杀了厨子威利而被停职拘押，上了法庭。他第一次以犯人的身份坐在老帕克法官面前。法官说起他小时候一次大灾年让家庭陷入困境，他的父母感到非常绝望，害怕会失去家里的一切，害怕孩子会饿死。还只是小孩子的帕克每天都在野外寻找，希望能找到宝藏，帮助父母渡过难关。最后他在一条河里找到了金灿灿的黄金，兴高采烈地拿回家。没想到那只是一些和黄金很像的黄铁，俗称愚人金。从此以后，帕克用这段经历不断提醒自己，希望不要再被表象欺骗，时刻保持理性和谨慎。说完，他希望知道巴斯的内心是否也和外表一样是一个正直的人。巴斯也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还未出生，父亲就被卖了，只有在圣诞节可以回来，一家团聚吃顿晚饭。母亲为了这顿晚饭会精心打扮，这让他记忆深刻。后来他学会了射击、骑术，这一切以及名字和姓都来自主人。每个人都羡慕他，并告诫他要知恩图报，直到他被当成遗产由新主人继承。当这个新主人变得残暴不堪时，他只能靠自己奋起反抗。巴斯从出生就生活在一个极不公平的环境中，正义和尊严都需要自己去拼命争取和捍卫，所以他怎么会不知道正义的珍贵呢？怎么会轻易亵渎它？巴斯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做错了，那么自己愿意为这个过错承担责任。但手握定罪权的帕克法官呢，是否也能深悉公正的价值，以谨慎的态度来判断犯人的对错，在法律的范围内给予犯人以最大限度的正义呢？这番话让帕克法官眼含热泪。没想到这个从小遭遇不公的黑奴能够对正义和法律提出如此引人深思的探讨。虽然法律是社会对于正义的一种体现，但法律并不等同于正义。每当法律和正义产生分歧时，法官是否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控辩双方实现最大程度的正义，就成了判断一个法官好坏的标准。最后，帕克法官在审视了所有的证据后，判断巴斯是处于自卫开的枪，因此判处巴斯无罪。经过这件事儿，巴斯摆脱了内心的阴影。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怪物，自己和少校最大的区别在于自己捍卫正义，而且追求正义，同时敢于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不论是好是坏，绝不逃避。想清楚这件事儿后，他不再彷徨，更不再怀疑自己。他决定要亲自为印第安小男孩讨回公道。好的，剧情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一集见。